可是然儿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恳请娘娘救命，属下对娘娘忠心不二，从未有过二心。到底什么事？你作为然儿的贴身侍卫，不在然儿的身边好好的伺候着，来本宫这儿折腾什么？皇后娘娘救命，殿下生气，属下将实情说出，说是要给属下净身，让属下去当太监。怎么？你是觉得然儿的命令有错？皇后娘娘，您可不能不管属下，属下这辈子为了娘娘可以当牛做马，如今也是为了娘娘才被殿下责罚。属下并不想当太监，毕竟属下还没有成家立业，我们家的香火不能在属下这儿断了。传承香火，未免也太可笑了些。你一个奴才的香火有什么好传承的？还是说你觉得奴才比主子更高贵？既然表哥让你当太监，那也是为了你好，让你从今以后清心寡欲的，安安心心的在宫中伺候，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。这是为你好的事儿，对你来说更是天大的福气，你怎么能不要呢？别说什么为本宫办事，还是为然儿办事，反正你就是皇家的狗，自然是为了皇家办事的，分那么清有什么意义？再说了，你在然儿的身边伺候，竟然没有伺候好他，还害得他受了这么重的伤。本宫没有要你的命，已经是大发善心了，你还敢提那么多的要求？皇后娘娘，这么多年，属下传了那么多的消息给您，你怎么能翻脸不认人？翻脸不认人？那你是人吗？你只不过是皇家的一条狗，能给你一口饭吃就不错了，你还奢求什么？陛下可一定要为然儿做主啊！这一次，然儿差点没命了。快说，到底是什么事情？然儿怎么了？近日臣妾去见了然儿，不曾想竟然碰见然儿浑身是伤的模样，那一条条的鞭痕狰狞的很，只看一眼便知晓疼的厉害。那哪是打在他的身上啊，简直是疼在臣妾的心上啊！岂有此理！皇城上下有谁敢对然儿动手？还能是谁？不就是那个南洛卿吗？南洛卿目无法纪，碰见然儿之后就用了鞭子把然儿打得半死。然儿心善，又实在拿南洛卿没有办法，就连臣妾都不知道要怎么办了，只能求求王爷想个办法，为然儿讨回公道啊！南洛卿，她一介女流，竟然敢对皇子动手，她不要命了不成？行，既然南洛卿敢做这种事，朕也不会和她客气。来人，把南洛卿抓来。笑什么？听说你把安宇捅成了筛子。谁让安宇说妾身不要脸的？如果妾身不要脸的话，那最不要脸的就是王爷。捅了就捅了，可不能伤及性命。又不会死，那些人紧张做什么？再说以妾身的医术，救他简直是易如反掌。以南洛卿敏锐的第六感，他很快就意识到安宇是故意针对他。他已经发现好几次了，安宇与那楚薰儿鬼鬼祟祟的，肯定是在背地里密谋什么东西。他捅了安宇，不过是顺势而为罢了。他是本王的贴身侍卫。怎么，你要为了一个侍卫问罪于我吗？秦玉修扯了扯嘴角，没有接话，算是默认了他所说的那些。安宇若是次次都挑衅南洛卿，秦玉修也不会留他。两人又温存了一会儿，南洛卿就要回北院去。还回去做什么？是王爷让妾身住在北院的，妾身哪敢不回去？你非要与本王作对？难道不是王爷不分青红皂白吗？既然王爷想让我住在那儿，那妾身就住那儿好了。那行，本王也跟着你搬去北院住。
北院那么小，哪装得下王爷那么多的东西和排场呢？反正你休想逃出本王的手掌心。王爷，这是离不开妾身了，那该怎么办啊？妾身呢，其实并不是非王爷不可的。看来你又想被掐脖子了。王爷，慈云寺传来消息，说是太妃病重，需得您去一趟。等本王回来。来人，把罪犯玉王妃抓进宫去。动手的正是玉王妃南洛卿，朕命人将南洛卿带来，就是为了3堂会审，让南洛卿一命还一命。陛下，不知小妹犯了什么错事，其中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你是怀疑朕在撒谎？可下官认为小妹并不是这样的人，她心怀百姓，医者仁心，不是那种会无缘无故对人动手之人。难道大皇子就得活该被他打？无论什么原因，他都不应该动这手。既然他敢动手，那就按罪论处。众所周知，玉王妃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不论是从武功还是体型上，都不是大皇子对手。大皇子身边又有不少贴身侍卫，玉王妃又是如何打得大皇子？事情已经发生，再讨论这些没有用的细节做什么？朕就是让诸位爱卿看清南洛卿的真面目。来人，带南洛卿上来。陛下，臣有话要说。这件事充满了疑点，不如让大皇子来说出整件事的来龙去脉，也好让公卿们决断谁对谁错。秦红叶直接无视了他的话。南洛卿，你可认罪？何罪之有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敢狡辩？大皇子身上的伤还有假不成？大皇子难道没有和你们说明白吗？他为何会被本王妃打？如果大家没有异议的话，那就暂时决定将南洛卿处死，而誉王连坐，被剥削俸禄与官职。陛下还真是喜欢睁着眼睛说瞎话。行，朕素来是一个明君，给你说一句话的机会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自然是大皇子打的。大皇子挟持了本王妃的侍女，贪图本王妃的美色，然后对我动手动脚。可是本王妃心里只有誉王一人，自然不会和小叔子做出此种有违伦常的事情来。然后大皇子就打了本王妃，本王妃在又气又急的情况下，所以才还了手。一派胡言！你动手打了大皇子，竟然还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人儿身上，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原来大皇子还做过这种事，怎么之前也不提呢？真以为不提就能掩饰所有真相吗？没有，然而绝对没有做过这种事情。不过是南洛卿一派胡言，你们怎么敢信呢？有证据吗？事已至此，大皇子还不愿意承认吗？既然是拿此，就应该敢做敢当，又怎么能躲在女人的身后呢？本皇子没有做这种事，都是他血口喷人。本王妃自然有证据，传酒肆的老板来。当时大皇子来说是要包场，让小的不要再收客人了，然后就进来了一大堆大内侍卫，还有一个小姑娘，那丫头是誉王妃的贴身侍女。后来誉王妃就来了，不过大皇子要求只能誉王妃一人出现在酒肆之中，旁人都不准来，所以誉王妃是单枪匹马地出现在酒肆里，想要对大皇子动手的概率特别小，除非誉王妃娘娘是真的不要命了。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，一开始就是大皇子用唐月的命来威胁誉王妃娘娘，誉王妃娘娘心善，为了一个贴身丫鬟愿意让步来赴鸿门宴。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小的就未可知了。撒谎！你绝对撒谎了，事情根本就不是这样的。当时是下官送小表妹去的酒肆，本来下官想陪小表妹一起进去，可是大皇子不让，原来一开始就决定了对小表妹做不轨的事情。秦红叶脸色愈发的难看，他没想到事情竟然还有这样子的反转。不管秦泰然到底有没有做那种事情，
他都得维护皇室的面子。这一切的罪责必须得让南洛清担下来。不过是一个酒肆老板罢了，他的话不可信，因为他是你带来的，你可以在那之前就买通了他，编造出来这么一件事。陛下是说小表妹身上的伤有假，还是觉得小表妹一个人能够打得过大内侍卫？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情都十分的不合理，而陛下却只信大皇子的话。哼，下官觉得以后也不需要大理寺断案了，只需要陛下说什么就是什么得了，还费那么多劲做什么？谁说本王妃没有更多证据的？怎么南洛清会说整件事情是然儿主导的？事实到底是什么样的？臣妾不知啊，想来南洛清的丫头应该是在说谎。然儿的性子，陛下是最了解的，绝对是做不出那些有违礼法之事。可万一……没有万一，陛下不要被南洛清的三言两语给迷惑了。这个女人就是这种性子，行事作风张狂得很，等到东窗事发的时候就开始装可怜。她现在就是在殿上装可怜，想要将然儿拖下水。如果连陛下都不再相信然儿的话，那还有谁会愿意为然儿平反？那还有谁能还然儿的清白？然儿是无辜的，你说你有证据，若是拿不出来，今日朕便会赐你一杯毒酒。这件事已经很明显了，百官也都在，能做这个决断。你一个小小奴才也敢拦本官？陛下还在殿前审问，这个时候顾大人要去什么地方？本官去什么地方，还得和你一个奴才知会不成？滚开！顾大人应该是要去搬救兵吧？呵，皇后娘娘早就料到顾大人会这么做，所以才让老奴在此等候，免得事情有所变故。顾大人今日是没办法离开金銮殿，还是不要白费功夫的好。陛下说了，只有当所有的事全部处理完，那才允许离开。不论顾大人离开是为了什么，还是得听从陛下的吩咐才行。陛下吩咐，事情没有结果之前，谁都不准离开，还请大人见谅。爷爷有些急，若是不医治的话，恐怕是没办法撑过1刻钟。到时候若是出了什么问题，你能担待得起吗？你一个奴才的贱命，能够与我爷爷的大司马的身份相提并论？大司马还是尽快就医，不要耽误了病情。爷爷是要去找誉王。誉王妃的9转回魂丹对我有恩，我也不能见死不救。这消息无论如何都要传到誉王耳中。大司马，大司马恕罪，下官并不知晓您的身份，还请见谅。誉王殿下，娘娘有危险，陛下开启了3堂会审，陛下说是娘娘打了大皇子，这可是要命的罪呀！还说娘娘若是拿不出来能够证明自己所说的是真话的证据，就要了娘娘的命。留给誉王妃娘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大司马尽量言简意赅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。秦玉修略一思索，马上命人打道回府。王爷，不去见太妃了吗？秦红叶好心计，从始至终就是一场调虎离山的计策。太妃不过是幌子罢了，将所有的兵都调回来。若是他们敢动洛清一根头发，本王就让他们血债血偿。王爷，这可是造反！他们先挑衅的，反了又如何？这江山本就是他的，他只不过是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看来你所说的有证据都是假的，那就直接赐一杯毒酒，不浪费众位爱卿的时间。小表妹，你所说的证据在哪儿？不过你别担心，我一直都相信你是无辜的。如果他们真的要捉拿你的话，
我一定会保护你，拼死也会救你出皇宫。三表哥对我的确是挺好，可是祖母也没有让你做到这个份上啊。我可不是看在祖母的面子上才说这些话的，我是真的想要尽一个哥哥的责任，保护你。哎呀，这些话听起来真是太肉麻了，但是我知道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。难道美貌就是错吗？难道不畏强权就是错吗？错的不是你，而是这天下。谁说我没有证据的？现在我就把证据带上来，你们可看清楚了，要不了多久，你们就会知道自己错的有多离谱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有心思狡辩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能够耍出什么花样来。你把他带上来做什么？这位是谁？不需要本王妃过多的解释了吧？玉王妃想要什么样的补偿？陛下是个爱民如子之人，更是对位公正之人，而刚才那场闹剧给小女子身心都造成了伤害，所以这治疗费什么的怕是都不能少。不能少是多少？不如就1箱珠宝。陛下，小女子可是受了不小的惊吓呢，若是1箱珠宝就把小女子给打发的话，母后还嫌事情不够乱不成啊？你是要害死我们？可你听那女人说的都是些什么话？她竟然要当众扒开本宫的衣裳，本宫可是皇后啊，哪能受得了这种屈辱？难道这一切不都是母后自找的吗？早就与你说过，此事不是什么要紧事，不要闹大。是母后非要抓住洛心不放，才落得如今的境地。母后还不是心疼你身上的伤，全天下做母亲的有谁受得了自家孩儿受那么重的伤？事到如今，你还护着那南洛清，你听听在殿上到底是谁要你的命？是那南洛清。玉王妃不如直说，到底是要什么东西？既然陛下都这样说了，那可见是真的想为小女子做出补偿。我听说七宝塔之中有不少的奇珍异宝，恰好小女子也有所需要，不如陛下将七宝塔打开，让小女子随便选个100来件的物件。七宝塔素来是皇家的宝藏，世代相传，里面放着的大多是世人见都没见过的奇珍异宝。玉王妃不仅要进七宝塔，还要拿100件东西走，那和强盗洗劫有什么区别？七宝塔乃圣地，里面的物件都是世代流传下来，不能随便的往外拿。你还是提个别的要求。既然陛下舍不得钱财这种身外之物的话，那么就与刚才一样，1杯毒酒刺死大皇子就是了。本王妃既然已经嫁入皇室家中，那就是皇室中人，定会按照陛下刚才的说法，殴打皇室中人，直接1杯毒酒刺死就是了。而大皇子可不仅仅犯了这么一条，他还打算对嫂子图谋不轨，对陛下撒谎，这一桩桩一件件的可都不是小事。本王妃大人有大量，也就不折磨大皇子了，打算也就1杯毒酒把他送走算了。陛下觉得如何？七宝塔就七宝塔，玉王妃拿了七宝塔的物件后，此事也就翻篇了。班师回朝，让他们撤出上京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姐姐，你是？我是能救你爷爷的人。我这是还活着？自然活着。大司马是不是在不久以前吃过9转回魂丹？南洛清在救治的时候已经听人说了，是大司马从宫中离开，给秦玉修通风报信。虽说最后他是靠自己的能耐离开皇宫，却还是成了大司马这份恩情。是打9转回魂丹有什么问题？那药里有一味药是大寒，对你来说并不合适。不准你这么说9转回魂丹，那个药可是玉王妃娘娘做的，自然是极好的。我就是玉王妃，那药是我做的。我不知道你是玉王妃娘娘。
那药是我三表哥给你们的吧？他还真是。当时情况那么危急，自然是有什么就为什么。多谢娘娘的救命之恩。应该是我谢谢你们的救命之恩才是啊。你的爷爷以后没事了，这些药要是吃完以后，你们就去正心堂拿。你们真是把皇家的脸面都给丢尽了。知不知道楚国西凉的使臣都在上京？你们事前大齐的笑话不够多是吗？非要让他们来看看笑话？陛下，这件事可不能只怪我们，是那南洛卿太过于狡猾了，竟然连延禧都能被他策反，可见他的手段有多厉害。这样的女子不除不行，而且这件事然而是最可怜的，还被这么多人责骂。你还有脸说？就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。这天底下那么多的女人，你谁都不喜欢，偏偏喜欢南洛卿一个人。你不知道她是秦玉修的女人。父皇，儿臣只是动了下心思，没想到会发生这么多事情。你没想到？你能想到什么？皇室的名声被你败坏了，就连七宝阁的宝物都被你败了100件。陛下，您息怒，臣妾知道错了，以后不敢了。你们2个都进大牢里去。陛下，那地牢不是人待的地方，臣妾去不得那种地方。陛下，现在知道怕了有什么用？你们不去地牢反思一下，都不知道自己做了多么可耻的事情来。陛下，您就看在哥哥的面子上，饶了我们这一次吧。不过是个女人罢了，以后然而会是储君，什么样的女人得不到？不就是个南洛卿吗？也没有必要那么兴师动众。哎呦，陛下，不得了了，大事不好了！还能有什么大事？如果你谎报，那就把你的头砍下来当囚体。陛下息怒，小的哪敢谎报啊！实在是这件事不得了的很呐。说，别废话。是玉王殿下以为玉王妃在宫中有危险，就招了龙骑进京，差点就把皇宫给踏平了。后来玉王发现玉王妃无事，那龙骑也就离开上京了。秦玉修的胆子竟如此之大！陛下，您吩咐要怎么做？能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自然是不了了之。陛下，那可是造反呐，那可是逼宫，怎么能让玉王如此嚣张呢？没有证据证明他是要逼宫，只有证据证明他调动了龙骑罢了。动了龙骑不是为了逼宫，还能是为了什么呀？难道陛下打算就这么息事宁人？不息事宁人，难道还有更好的办法不成？陛下，那秦玉修欺人太甚了，根本就没有将您放在眼里，竟然在皇城之中动用龙骑，这不就是强迫陛下妥协吗？哎呦，陛下，您可不能再心慈手软了，玉皇必须要除，若是不除的话，以后会更加的胆战心惊。你还有脸说？如果不是你非要与南洛卿作对，会有这样的事情？钱玉修摆明了通过这个办法告诉朕，南洛卿是他要护着的人，谁都不能动。可臣妾发现了一件不得了的事情，钱玉修如此在乎南洛卿，那不就是说明南洛卿是他的软肋吗？你到底要说什么？龙骑一共只能保护钱玉修3次，如今已经用了1次，还剩下2次，而钱玉修担心南洛卿的安危，必然会出手相救，召唤龙骑的2次机会很快就会用完。没有了龙骑的钱玉修，就像是被折了翅膀的鹰，就算是再耀武扬威，又有什么用？还不是逃不出陛下的手掌心。对南洛卿动手，可就相当于触碰了钱玉修的逆鳞。陛下，
富贵险中求，而且我们可以不必那么明目张胆。你有办法？臣妾的确是有个办法。皇后赶忙把自己的办法说了。秦红叶听了也觉得此事可行，就让他从天牢出来以后再说。陛下，那天牢就一定非去不可吗？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你是想让朕当一个言而无信之人，说出去的话自然得照做。他们这是在做什么？还能做什么？自然是给王妃娘娘搬家。搬家？王爷怕娘娘一人在北院待得寂寞，就命人将北院重新修整一番，与娘娘一同在此地过冬，就连地笼都送来了，生怕娘娘冻着。哼，娘娘与王爷两人伉俪情深，不论去哪儿都想在一起。娘娘还在生王爷的气，无论说什么都不愿回主院去，王爷索性就搬到北院来。你以为娘娘与王爷的关系就到此为止了吗？那么你想的未免也太轻松了。我现在知道急了，可已经没用了。早就与你说了，不要去插手主子的感情，可你偏偏不听。如今只盼着娘娘能不能给你一条生路。你躺着好好说，南洛卿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王妃与王爷感情深，所以不论属下做了什么，都没有办法让王爷对王妃娘娘厌恶。然后娘娘就捅了属下，又将属下救活。你怎么这么废物呀？让你办一件事都没有办法办好。还请郡主再给我一点时间。给你时间？哼，之前给你的时间还不够多吗？你还想要多少时间？让本郡主在慈云寺一直等着，等到人老珠黄你才满意？郡主，这一次没有成功，还有下一次，而且我还受了伤，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。没有办法？你以为本郡主要听的是这一句话吗？这一切都怪你！你当初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能够处理好吗？为什么南洛卿还活得好好的？你的武功不是很强吗？你就不能为我冒一次险，直接杀了那个女人吗？郡主，你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属下对王爷忠心耿耿，是绝对不会对主子动手。你要是自己废物的话，你就直说就行，为什么要说对表哥忠心耿耿呢？你若是真的为表哥好，就应该尽早除掉南洛卿这个祸害。只要有他在，王府就不会有一刻的安宁。其实王妃也没有你想象之中的那么坏。什么？难道我离开王府的这一段时间，你已经被那个女人给收买了？王妃没有收买我，这件事是我自己一个人想通的。如果郡主也能够静下心来，发现王妃身上的优点的话，也就不会如此痛苦了。我看你就是怕了。哼，我没有怕。你肯定是怕了，所以不敢对付南洛卿。行，既然你没有办法做这件事，那我也不需要你了。可是我对郡主的感情是一点都没有掺假。我就与你明说了吧，你对我有感情又怎么样？我从来不会对你有什么感情的。可是郡主，你之前面对我的时候并不是这样说的。怎么说的那么重要吗？哼，你自己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是什么样子吗？本郡主怎么可能会看上你？本郡主这样的美貌与才学，就应该是和大皇子在一块儿，也只有大皇子才能够配得上我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难道让本郡主跟了你之后喝西北风吗？大皇子以后肯定是3妻4妾，对待郡主你不会那么认真，而属下对待郡主才是一片的真心。哼，你的真心能值多少钱呀？本郡主看上的绫罗绸缎、金银珠宝，你能买得起？本郡主若是被别人欺负了，你能帮本郡主出头？你明明什么都做不到，却又说的本郡主好像欠你似的。所以说，郡主之前对属下说的那些柔情蜜意的话都是假的，都是为了哄属下为你做事，
才那么说的吗？哼，不然呢？要不然你以为以你的样子，本郡主就应该对你死心塌地不成？本郡主愿意和你说话，那也是看在你有用的份上。还有，你既然已经是投靠南洛清那个贱人，就不要在我面前假惺惺的，我觉得恶心。你干什么？离我远着点！太恶心了！你给我滚开！你不要再碰我的腰带！你别碰我的衣裳！表哥，表哥，还请表哥为我做主！我回府之后受了天大的冤屈，表哥，你不能坐视不管。王爷是要吃鱼粥呢，还是要吃妾身啊？秦泰然碰过你哪儿？他还没碰到妾身，就已经被妾身打了一顿。亮他也没这个胆子。要不是唐月被他抓了，妾身也不愿和他见面。不过打那一顿够他受的。南洛清这人十分简单，喜欢的自然就接近，不喜欢的多看一眼都辣眼睛。秦泰然的死缠烂打与两面三刀的性子他不喜欢，而秦玉修这种嘴上说不要身体又很诚实的性子他倒是挺喜欢的。有的时候他会故意惹秦玉修生气，看他生气的模样也是无聊生活之中的一点乐趣。当然大多时候他是不太敢真的把秦玉修惹生气的，要不然迎接他的后果就是在床榻上3天下不来，最后受罪的不还是他？以后连打都不准打他。怎么？难道王爷觉得妾身打了大皇子是对他恩宠不成？还是说王爷也想被妾身用鞭子抽一顿？可以试试别的花样。你妹妹找你，听着像是有要紧的事。无妨。那王爷先处理要紧事，妾身先回去休息了。秦玉修把他抱了回来，按在自己的腿上。进来。表哥，你怎么能抱着这个贱人？你也看到了，不是我不想走，是王爷不让。表哥，你之前都没这么抱过宋姐姐，难道宋姐姐不是你的最爱了吗？你这副模样来做什么？表哥，你一定要为我做主。当年我爹爹把我托付给你，你答应过会好好照顾我的，你可不能说话不算话，要不然他们泉下有知的话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这事好办。表哥，一定要把安宇五马分尸，才能解我的心头之恨。还有怂恿安宇这么做的幕后之人，表哥也一定要把他揪出来。这样的人在身边实在是太过于危险，我也是一切都是以表哥的安危为重。你和安宇2个人早就是郎情妾意了，这件事不正是你期盼的吗？怎么可能？谁会和他一个下人郎情妾意？本郡主身份高贵，又怎么可能和他勾三搭四？南洛清，你别血口喷人。可我这就有你们2个人之间往来的信件，这上面的字迹也正是你们2人的，说的呢也是一些情人间的甜言蜜语，怎么现在又不承认了？那些东西，既然你们2个互相有意，睡在一起也是极为正常的，怎么能下了床就不认呢？这些都是安宇哄骗我写的，表哥，你一定是要相信我呀，我没有这么坏，都是安宇他。既然你们2人互相对对方有意，那本王也不想棒打鸳鸯，不如你们直接成婚好了。不要，表哥，我不可能会嫁给安宇那个下人。表哥，我可是你的妹妹，你怎么能眼睁睁的把我嫁给一个下人呢？轮不到你拒绝，你既与安宇私相授受，又是这般模样被人瞧见，你觉得你还能有一个好的婚事？本王曾经答应过你父亲会好好的照顾你，对待你更是未曾有过缺衣少食的，而如今这结果都是你自找的。给你2条路，一条与安宇成婚，你与人勾三搭四的事就不会再有人提，另外一条则是去慈云寺，以后都不要再回来，这样一来也不会有人说你行为不检。不要，表哥，你是最疼我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
你不能让我嫁给一个下人，你也不能让我去那慈云寺一辈子不回来。我还想着嫁给大皇子殿下呢，怎么可以嫁给一个下人？明日就与安宇成婚。啊，王爷就不能回屋子？本王难受。你梦寐以求的事情很快就会达成，怎么见你不太开心的样子？多谢王爷还能记得属下，要不然昨夜属下就已经死了。安宇昨夜上头的要了楚轩儿，后来想想脑子就一片空白。后来就得知消息，王爷直接将两人赐婚，他以后可以与楚轩儿白头偕老，而且这一切还是王妃促成的。他后知后觉自己之前错的有多么的离谱。行了，你别想那么多，以后王爷身边有我在。哼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你有什么资格娶本郡主？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本郡主就可以当太子妃了。你就是贱，之前还以为你多么冰清玉洁，多么高不可攀，没想到你就是贱。安宇昨夜就知晓他已经不是处子之身，那他前一个男人是谁？是不是不论碰上什么样的男人，都用身子去勾搭？你滚开！本郡主和谁在一起，也轮不到你来管。楚轩儿被打得浑身是伤，疼得鬼哭狼嚎，而安宇对他根本就没有半分的情意。玩完之后就让府中的仆从进屋内。一开始那些仆从都不敢，可楚轩儿这么年轻貌美，他们也是男人，很难不心动。安宇面无表情地在一旁看着，楚轩儿吓得惊叫连连，可男人们早就红了眼。楚轩儿被折磨了半月之久，很快就疯了，在院子里经常不穿衣裳，疯疯癫癫地笑着。这是有客人？不速之客，赶走就是了。秦玉秀，你不想站起来了吗？他又能带给你什么？为什么你选他不选我？你该不会以为这天底下只有你一个人会医术吧？难不成你也会？你如果说你会一点三脚猫的皮毛，我倒是信。你若是说能治好誉王殿下的腿疾，那我是万万不信的。你是什么货色？本王妃的实力又为何一五一十的告诉你呢？你像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的，并不代表别人也是如此啊。难道你们想与西凉交恶？西凉又算什么东西？你别仗着本姑娘喜欢你，你就这般目空一切。华西还有一肚子的话没有说，就被无情的丢了出去。你家王爷知不知道得罪药神谷的弟子是什么罪过？你就不怕以后被药神谷所除名？除名以后就不怕有病无处医吗？你家王爷到底知不知道得罪我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？王爷做事不需要无关紧要的人来教。再说，全天下的医者并不是只有你们药神谷，得罪了你们又如何？行，你家誉王有能耐，来日可千万不要哭着与我求饶。等到那个时候，可不是道歉就有用的。本小姐记下了今日之仇。刚才那个女子心悦于你，与本王何干？可她都追到王府来了，你就不动心？为何要心动？本王可不是对谁都会心动。那王爷对谁心动呢？你说呢？啊，王爷你的腿？与你恩爱的越多，腿疼就消散了许多，已经能起来走一段不短的距离了。那挺好的，只不过还缺几种药，等那几种药找到以后啊，你这腿就能完全的好了。秦玉修俯身吻住他的唇，不让他继续说。啊，这大白天的，你也不必要这样，被人看见了怎么办？怎么可能会被人看见？再说你是本王的王妃，这是天经地义。弟弟是不是说错了？我不是姐姐南洛清，我是玉薇啊。说的就是你，你不在房中好好的学习相夫教子之道，跑出来瞎逛做什么？
一点都比不上你那端庄贤淑的姐姐。爹爹怎么突然说这种话？你以前不是说女儿怎么样都比姐姐好吗？此一时彼一时，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姐姐嫁了誉王以后，他们的日子过得是风生水起。前不久，陛下还送了一块封地给誉王，7宝塔的珍宝更是送了100来件给洛清，那些可都是价值连城的宝贝。爹爹说这些可是真心的。我与姐姐都是爹爹的女儿，为何爹爹眼中只有姐姐的好？你还有脸问我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事儿，你自己不清楚？你既没有把握在比试上赢了洛清，为何要丢人现眼？如今不仅铺子的生意一落千丈，你的名声一落千丈以后，本侯脸上也无光。那怎么能算是女儿的错呢？明明就是那一群刁民非要扑上来。比试之所以会输，还不是因为姐姐没有让着妹妹，都是一家人。之前不就是爹爹说的，一家人就得相亲相爱与和睦，姐姐为何不能带妹妹和睦一些？千错万错都是姐姐的错，爹爹为何不站在女儿这边？你还有脸说洛清？洛清不知比你强上多少倍。同样是做生意，他的正兴堂做得风生水起的，而你沾手过赵氏的生意吗？你能把生意做起来吗？还有，你天天学那些琴棋书画有什么用？不仅不能给你自己带来一个好夫婿，你也没有办法帮爹的仕途亨通。琴棋书画不是一个女子必须要学的吗？爹爹是想说姐姐很厉害吧？你姐姐她的确是厉害，就凭着她那3脚猫的医术，竟然治好了太师的独女于月妍。知晓此事的人不多，本侯也是偶然之间听到这些。那可是太师的女儿，若是能与太师交好，别提以后的官运是有多么的顺畅。不过是一个太师而已，以后女儿也能找个不比誉王差的夫婿。爹爹觉得姐姐能带给你的东西，我也可以。爹爹拭目以待就是。难道你连药神谷的都能够认识不成？药神谷？爹爹，你是不是弄错了什么东西啊？他从小到大是怎么长大的，女儿又不是不知道。他哪儿读过什么医书，又学过什么医术？就算他真的会，也是瞎猫碰上死耗子的，会那么一点儿。这样的医术在药神谷眼中肯定是不够看的，他的假装终有一日会被拆穿。爹爹可别与他沾上关系，要不然可逃不掉。别胡说了，你姐姐比你有能耐的很。紫阳君都已经去了誉王府好几次了，还能有假不成？紫阳君这样的人是谁都瞧不上的，他既然能去见南洛清，定然是赞赏洛清的医术。你既然不懂，又在揣测什么？爹爹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女儿呢？这些年女儿事事都听爹爹的，可爹爹就是不念着女儿的好，处处都是那南洛清好，不就是个药神谷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唐月姑娘说的都对，但可千万不要觉得小的有二心，小的一心都是忠于娘娘与侯爷的。那你说说看。尚书大人来了以后，与侯爷寒暄了不短的时间，而二姑娘又在这个时候撞枪口上，与侯爷闹个不停。就连尚书大人都看不下去，狠狠地训斥了二姑娘一顿。这个时候夫人看不下去了，就出来为二姑娘说了一句话。要是以往的话，侯爷不会与二姑娘闹得这么难看的，毕竟还有客人在呢。但偏偏夫人偏要在这个时候让二姑娘与娘娘一较高下，侯爷就怒了，打了夫人与二姑娘，还让他们两个闭门思过。可见侯爷对娘娘是真的好，就算是在尚书大人面前，侯爷也是维护娘娘您的。看来还真是为难他了。尚书大人具体提了什么要求？尚书大人就是想要一个紫阳君弟子看诊的位置，听说娘娘这儿看诊的位置已经没了，尚书大人病急乱投医，
这才找到了侯爷。而侯爷觉得这件事对娘娘来说是一件无比轻松简单的事情，看在这份关系上，娘娘定然不会拒绝的吧。元安侯就是这样和你说的？侯爷说，只要是娘娘提的问题，都可以答应。正巧，本王妃还有几样东西在他们手上，正好趁此机会夺回来。娘娘是决定去见侯爷一面了？自然，备轿。小的这就去准备。这次你跟着本王妃一同前去。可以娘娘的医术就已经能治天底下的所有疑难杂症，为何还要再下去？尚书大人要的是紫阳君的弟子，就算我的医术高超，也不会有人接受的。青儿，你来了也挺久的了，茶水也已经喝了，休息应该是已经休息够了。不知道能不能陪着爹爹去见一见尚书大人？本王妃为何要见尚书大人？那么，青儿，你大老远来这么一趟是为了什么？总不能是为了来喝这一杯茶吧？侯爷不是说过，侯府永远都是本王妃的家吗？那么来喝一杯茶怎么了？这儿自然是你家呀，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，爹爹请你喝。只不过现在是有要紧事儿，你可不能耍脾气啊。是这样的，本王妃呢许久未见姨娘和妹妹了，甚是想念。本王妃见了他们以后，自然就听爹爹的。你们去把他们带来，不要多嘴，无论问什么都不要回答。那洛清这个贱人怎么会在这儿？什么见人不见人的？平日里我都是这么教你规矩的不成？她是你的女儿，也是尊贵的玉王妃娘娘，你不与她好好行礼也就罢了，竟然还对青儿说出这种话来，跪下！老爷，妾身好歹是南洛清的长辈，要跪也是他跪我们，哪有妾身跪他的道理？让你跪你就跪，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老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南洛清也不是今天突然当上玉王妃，她早先就是玉王妃，可也没有见得老爷待她有什么不同。话再说回来，南洛清就算是玉王妃又怎么样？老爷不还是她的爹吗？他到底还是没有礼数。闭嘴！让你来也不是为了听你说这些东西。之前青儿没有让我们行礼，是青儿心疼我们年纪大，就免了这些俗礼，而不是说你可以肆无忌惮地对青儿不敬。你去问问这天下的礼法，有哪一个人可以对娘娘不敬？娘亲，你怎么样了？爹，你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？怎么能当着外人的面对娘亲这样？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这么对娘亲的话，女儿丝毫看不到你对娘亲的温情。这儿没你的事儿，你非要凑上来做什么？你要是心疼你这不中用的娘，那你就和她一样，一起跪着。爹爹为何要如此偏心？玉王妃是你的女儿，我也是你的女儿，你为何要我们处处让着她？我们又没做错什么。你们有没有做错什么事，你们自己心里清楚。但南于威，你倒是忘了一件事，你的娘只是一个妾室，也就是我娘的仆人，而你是妾室的女儿，那也就是说你只是一个下人。既是下人，见了本王妃本本分分的跪好，有什么不对吗？你不过是嫁了个瘸子罢了，有什么好狂的？来日我家玉薇定然是过得比你好上数十倍，你别高兴太早。唐月撸起袖子就往前，毫不含糊地往赵氏脸上打了几巴掌。南玉薇看不下去，要来打唐月，却被唐月一把抓住了手。哼，二姑娘，劝你好自为之。娘娘只说打赵姨娘一人，你若是非要掺和的话，那就别怪奴婢眼神不好了。你个下人，怎么敢打主子？真是对不住了啊！早就与二姑娘说了，我这眼神不太好，你非要这样动来动去的，奴婢这不就打错了人了吗？他视线转回赵氏身上，赵氏尖叫着去躲，唐月就直接抓住他的长发来打。唐月打得累了，又换了一只手。偌大的前厅，除了巴掌声，就是赵氏的痛苦声。
奴婢已经教训完赵姨娘了，娘娘可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赵姨娘骂痛快了吗？南洛清，你到底想要怎么样？赵姨娘还真是可笑，竟然问本王妃到底要做什么。若不是侯爷请本王妃来，我还不屑来这乌烟瘴气的地方。你倒不如问问侯爷，到底喊本王妃来所谓何事？晴儿，爹喊你来是为了让紫阳君帮忙救治一下，这件事对你来说肯定是举手之劳。这么简单的事儿，你绝对不会拒绝爹爹的，是不是？侯爷，本王妃来的时候也没有答应你，一定会同意这个难为人的要求。晴儿，你要是这样的话，就是陷爹于不义呀！尚书大人还等着呢。人呢，本王妃是带来了，能不能说动本王妃，那就得看侯爷的诚意了。不知晴儿，你想要什么样的诚意？我记得朝露寺是娘亲的院子，这过了没多久，院子就被人孤占鹊巢了。晴儿是想要院子，嘿，这还不好办。尚书大人就答应事成之后送我们一处宅子，到时候你去看看，喜欢的话挑个走。别的院子娘亲她住过吗？别的院子里有娘亲亲手准备的陈设吗？晴儿，爹知晓你想念娘亲的心情，但故人已经故去，你应该朝前看才是啊。晴儿，你看这时间也差不多了，不如去看看尚书大人的病情如何。这怎么能行？侯爷是觉得本王妃好糊弄吗？这晴儿怎么能这么想爹爹啊？爹爹不过是觉得时辰不早了，怕你回去晚了，玉王殿下担心，爹才催促的。拿回本来就属于本王妃的东西，我就不用再花时间在这些事情上。晴儿想要什么？朝露院。你一个嫁出去的人，哪来的资格要我们的院子？你把这院子要走了，让我们娘俩住什么地方去？南洛清，我们已经很让着你了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晴儿，你这不是为难我们吗？你在裕王府住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还要侯府的院子？你要了此处的院子，你也不住。侯爷似乎忘了，整个宅子都是我娘亲的产业，你是入赘到顾家来的，别说只是一个院子，本王妃就是要整个侯府，那也没有错。晴儿，你这是要和我们所有人断绝关系。侯爷这么紧张做什么？这屋子你们住了这么久，就算是还给娘亲，娘亲也会嫌脏。所以宅子你们住着就行，至于娘亲最爱的朝露院嘛，必须还给本王妃。南洛清厌恶南德海等人，但他暂时还不想与南德海撕破脸皮。他要做的是分裂南德海与赵氏的关系，看他们狗咬狗。晴儿，你要么换个东西。这朝露院，赵姨娘已经住习惯了，突然让她住其他地方去，这也太麻烦了。是啊，的确是挺麻烦的。这就好了，晴儿你这般懂事，爹深感欣慰啊。南洛清起身，昂首阔步离开。晴儿这是去什么地方？娘娘在这儿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，自然是要走的，要不然在这儿看见某些人惺惺作态，还真是令人作呕。这怎么行啊？明明说好要去见尚书大人的，你这么离开的话，爹如何与尚书大人交代呀？你爱怎么交代就怎么交代，反正和本王妃无关。侯爷，尚书大人说是让小的来催一催，问问老爷怎么还没带着玉王妃娘娘去啊？瞧着尚书大人不太高兴的样子，侯爷还是不要在这儿耽误时间，早些过去看看。催什么催？你先去哄着尚书大人，我马上就来。晴儿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帮爹爹这个小忙啊？你若是不帮的话，爹爹以后的日子可就难过了。本王妃要的东西，侯爷不知道吗？老爷，你可千万别答应，那院子我们都已经住习惯了，怎么可能随便换？他这是故意为难我们母女俩，他的歹毒心思，侯爷不能看不出来。这儿轮不到你来说话。晴儿，
不就是一处院子吗？给你了。乔侯爷这话说的，怎么能是给本王妃呢？是还给本王妃。是还给青儿。现在可以去见尚书大人了吗？自然是可以。侯爷前面带路吧。南洛清眼神示意顾景书，让他跟着南德海离开，自己则是等一下就到。哼，被人抛弃和厌恶的感觉怎么样？南洛清，你不过是小人得势，你又能狂得了几时？这话说的不就是你们自己吗？你们之前狂妄了几年，不就是小人得势吗？如今你们怎么抢走的东西，就以什么样的方式被抢走。南洛清欣赏着他们脸上痛苦的神情，他心口那股隐隐的怨气逐渐也散了。他知晓那是原主的怨气，10来年，原主都被这两母女蒙蔽欺骗，把他当作傻子一样戏耍。他不甘心的离去，那股怨子就一直积在心口，时不时的会跑出来折磨他。你忘了你以前是怎么被我们踩在脚下的？你明明是嫡女，名声却不如我。上京第一美人的名号是我，而不是你。你拿什么和我比？上京第一美人又如何？你输了比试以后，人人骂你都是上京城第一扫把星。你说你名声好，可能好多久呢？不过是小小的一件事，就能让你从那神坛跌落下来。南玉卫，从神坛跌下来，很疼吧？你有什么资格说我？你凭什么说我？你以为你是人人爱的玉王妃吗？不如让我告诉你真相吧。听说前不久你被人追杀，追杀你的人还没有眉目，那人藏得有些深，恐怕你没办法一下就查到。巧的是，我知道是谁。你不会以为大皇子殿下十分的喜欢你吧？其实追杀你的人就是大皇子殿下派去的。你有证据？有啊，我自然有证据，可我不会给你。本王妃向来是睚眦必报，大皇子惹的事，她自然是要付出代价。你不痛苦？大皇子嘴上说着喜欢你，其实背地里恨不得杀了你。你不痛苦吗？你不难受吗？我为什么要难受？我为什么要因为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难过呢？他怎么做我管不着，但是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。你嘴上说着最爱的人是大皇子，这辈子仿佛已经认定了他一般，未来若不是他的话，你这日子也过不下去。可转眼你就把大皇子出卖给了本王妃，你这个深情还当真是不值得一提啊。你的臆断凭什么放在我的身上？这可不是什么臆断，这是明摆的事实啊。你把大皇子把柄给了我，只是为了满足你的一己之私。你这个爱还真是比草还贱。我没有，我并不想陷大皇子于不义，我只不过是想要警告你，让你离大皇子远一些。大皇子不可能会爱你，你就别白费功夫了。那你怎么又能奢望翻脸无情的大皇子最后会爱上你呢？我杀了你，你死了也就没那么多事儿了。还好你们来得及时，要不然那簪子就真的扎到我的身上了。南玉薇，你的心肠可真是比蛇蝎还要毒。青儿可是你的亲姐姐，你对自己的亲姐姐也能下得去手。若不是顾大夫动手及时，你可是要酿出大祸来，你这条贱命都不够赔的。侯爷，这可是你的女儿，你不能这么对她。你要是真的扎死了她，那就是要了妾身的命啊！哼，就是有你这样糊涂的娘，才会教出这种大逆不道的女儿来。若是真的伤了青儿半分，你们两个赔得起吗？
若不是那洛清对玉薇说出那种大逆不道的话，玉薇又怎么会被刺激的动手？本王妃说了什么，赵姨娘可还记得？不如你全部说出来，让在场的各位大人评评理。你又是在污蔑青儿是吗？本侯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一个毒妇回来，又闹得家宅不宁啊？之前我还念着我们之间的亲缘之情，可哪想妹妹竟是一点情都不顾。这侯爷刚走，玉婉妹妹竟然想要本王妃的命，岂有此理！竟然连亲人的性命都不在乎。刺杀王妃可是大罪，少说也得去大理寺走一趟。顾大夫先别急，这总归只是家事，我教训一下他们就好了。动刀还只是家事的话，还要大理寺做什么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应该不用老夫告诉侯爷吧？尚书大人放心，本侯定然会秉公办理，不会亏待了青儿。玉王妃娘娘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啊。还好大人来得及时，要不然本王妃的命怕是要交代在这儿了。当时南洛清是听见了脚步声才没有躲，就是为了让这几位名震朝野的大人看看南玉薇是什么下作的货色，这样一来也好洗刷他这么长时间以来的污名，也让无知的百姓看看号称冰清玉洁的南玉薇是个什么样的货色。玉王妃娘娘不必客气，其实要谢的是老夫才是。如果没有你带来的顾大夫啊，我这隐疾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。啊，那就不耽误时间了，让顾大夫给几位大人看着如何？啊，如此甚好。青儿，赵氏与玉薇都被我关起来了，爹爹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侯爷让本王妃受的委屈还少吗？青儿，那都是过去的事情，不要再提了。我们现在都好好的，不好吗？难道侯爷一句话，我们以后都好好的，娘亲就能回来吗？本王妃就能忘了曾经发生的一切吗？青儿，难道今日爹爹对你还不够好吗？赵氏与玉薇对你那般，都已经被本侯关起来了。你并不是给本王妃交代，你不过是给药王谷还有誉王、尚书大人交代罢了。若是你真的要给本王妃一个交代，为什么之前不给，偏偏要等到这个时候？还不是觉得和我一起有利可图？青儿，你怎么能这么说爹爹？爹爹已经如此低声下气了，你怎么还不能见好就收啊？侯爷，您这副深情款款的模样，还是去和赵氏他们哭吧。你之前不是这样的。我之前什么样？之前是不是什么都听你们的？被你们利用完以后又像抹布一样丢弃，被你们耍得团团转以后还会对你们感恩戴德呢。不管怎么说，本侯也是你爹，你这样当真是一点孝心都没有。我就算是有孝心，你也不配我对你好。你不记得本侯对你的好，就定要过河拆桥？刚才你与玉薇起争执，不得是我护着你？南玉薇刺杀本王妃本就是错，难不成你想指鹿为马？当赵氏与你不对付的时候，我难道不是站在你这边？赵氏是姨娘，我娘亲是正妻，难不成你是想宠妻灭妻吗？不过也对，这种事你已经做过很多年了，现在做起来那也是相当的熟练。那么昭鹿院的事儿，你总不能用这些狡猾的方式来辩解了吧？那赵氏住了昭鹿院10来年，你伸手要我就给你了，这难道不算是对你情深意重？是侯爷没有明白礼这个字怎么写，别说是昭鹿院，就连你整个侯府都在娘亲的名下，本王妃想要随时都能收回来。你与其说是给本王妃，不如说是无可奈何之下还给我。既然你如此想本侯，那院子你也别想要了。那还真不行，你这院子若是不给，本王妃呢会让大表哥大理寺卿来带赵氏和南玉薇去问话，
问问他们是否知晓，这辱骂和刺杀王妃，那该是个什么罪名？他们毕竟是你的亲人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们？你还真是冷血。亲人？他们何曾待我像亲人一般？你会把亲人关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吗？会不给亲人读书习字？会把不要的首饰和衣裳给亲人吗？如果你觉得这是亲人会做的事情，那么本王妃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侯爷这是何必呢？既然之前都已经不管娘娘了，如今这副假惺惺的模样又是做作给谁看？哎呀，娘娘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发生了何事？就是刚才出现了一个古怪的姑娘，她见王爷赢走了全部的花灯，就想和王爷要一个。那些花灯可都是王爷为了娘娘赢的，怎么可能给一个陌生女人？奴婢觉得那个女人是在痴心妄想。可奇怪的是，王爷见了那个女人之后就魂不守舍的。虽说最后花灯没有送出去，但是那魂儿都已经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去了。哎呀，娘娘，你怎么一副无所谓的模样啊？那个女人都快骑到你的头上来了。现在不是还没骑到我头上吗？等到时候再说吧。哼，娘娘，奴婢敢打包票，那个女人就是不怀好意。王爷与她是陌生男子，她都能直接上来抢娘娘的花灯，这样的人，奴婢可不觉得她是一个好女人。或许吧。娘娘是有打算了吗？娘娘做事素来是谋定而后动，任何事情到了娘娘的手中就没有摆平不了的，所以奴婢觉得这件事情娘娘也一定已经有了计策。这感情的事啊，可没有谋定而后动。那感情的事儿是什么？是愿赌服输。南洛清提灯而行，脸上是清浅的笑，眼眸却如汪洋一般让人看不清。秦玉修似是有所感应的回眸，见他在灯火阑珊处，周遭所有的声音都听不见了，脑中只刻着他一人的画面。不久前盘旋在他脑海之中的各种各样的想法瞬间烟消云散。王爷瞧，臣妾手中的花灯啊，可比王爷手中10来盏都好看。秦玉修定定地凝着他，一眼都没看他手中的灯，一抬手就把他搂在怀中，那力道大的差点把他勒断气。怎么，这短短片刻不见，王爷就想臣妾想得紧了？想回复。计划失败了。还没到最后一刻，怎么能算失败呢？可那人不是拒绝了你吗？我可不信他没有认出你来。若是不想谈，那就下次再谈，不是非要急于这一时。你昨日可是信誓旦旦地说，那人见了你之后定然会魂不守舍的，而且会对你特别好。你怎么回事？那人就这么走了，还带着其他女人走了，这就是你说的有把握？你知道的，人嘛，是个极其复杂的东西，不能够真的是神机妙算。之前是我不在，才会让他得了几天的宠爱，他这辈子最快乐的时光也到头了。我来了以后，他就得安分地给我让位。恐怕没那么容易吧。在他身边那么多年，什么样的莺莺燕燕没见过，最后他的身边不还是只有我一个人？南洛清，听说以前是个疯的，我了解他，他不喜欢疯癫的人。我倒是觉得秦玉修那么疯的性子，应该是会很喜欢疯子。我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吗？你处处给我泼冷水，我可真是伤心死了。这么说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？你可别拿这套对付我。我不是秦玉修，不吃这套。我这人就是实诚，喜欢实话实说。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心急吃不了热豆腐，感情的事情就是要徐徐图之。
楚莹夺过他掌中的茶，把酒水换给他。这是小女子给公子的一片心意，公子可不要拒绝。再说，小女子根本就喝不了酒。这酒被你下了蛊，你以为我傻？仔细看的话，能发现泛黄的酒杯之中有几只小虫子在蠕动。若不是仔细看的话，根本就发现不了。宋玉犬的小把戏被看破，倒也不生气，也没有被戳穿以后的窘迫和尴尬。蛊也是分好的蛊和不好的蛊，我们既是合作的人，我又怎么会给你不好的蛊呢？这就是一些小玩意儿罢了。再说，我这么做也是为了测试你的眼神，好不好？你可别冤枉了小女子啊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对我下蛊其实是为了我好。我这人呐，一心向善，怎么可能会存有害人之心？这么说起来，只会是别人想害我。你想说谁？听说南洛清长了一张是个男人都拒绝不了的脸，而你也是男人，自然也拒绝不了那张脸。你呢，对他也生出了几分怜悯，我都是理解的。可你千万不要被他的表面所迷惑。你知道的，越是漂亮的女人，就越是会骗人。你是拐弯抹角的说你不够漂亮，所以不会骗人吗？你想怎么理解就怎么理解了。可你别忘了，当初我在大齐就是被人害得差点没命，要不是运气好的话，也没有今天。我不过是回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。你怎么就心疼上了南洛清了？哈哈哈哈！你这话说的，怕不是你自己都信了吧？这世上的事情的确是奇妙，你说谎话说上1000遍，是不是就会变成真的？夺回属于你的东西，感情这东西可不是你想夺回就可以夺回的。还有一句话你听过没有？是你的终究是你的，不是你的怎么努力都没有用。若是能被南洛清轻而易举夺走的感情，只能说明那感情本来就不属于你。誉王殿下不是你说的那种人。宋玉泉与他说了些计划，等了半天都没有等到他的回复。他也顺着楚莹的目光往空中望去，那星星闪闪的物件不就是一个巨大的孔明灯吗？那灯上好像是有2个人，距离很远，虽然看不清他们的脸，但通过衣裳，他隐约能够判断得出来，在巨大的孔明灯之上的人不是别人，而是南洛清和秦玉修。哈哈哈！你看，那人是不是你的心上人？就连我这做花灯的世家都做不出来如此巨大的孔明灯。你说秦玉修是用什么办法把这巨大的孔明灯做出来的？应该是花了不少心思吧？是不是比之前花在你身上的心思多啊？这样一来，你的计划还能成吗？我计划失败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这人没什么爱好，我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人笑话。怎么放了9个？这8个花灯是我对9个人的祈愿啊。哪来的9个人？就是娘娘、王爷、顾老太君、顾家3位公子、顾家小姐。这里只有8个，还有一个呢？还有一个你不知道吗？是谁？我认识吗？难道你不认识吗？是谁？你这么讨厌你自己吗？怎么对你自己这么一副杀气腾腾的样子？难道说你不喜欢我给你放的河灯？你要是不喜欢你就直接说嘛，这副表情吓唬谁呢？安风意识到，原来那花灯是为了他放的。安风的表情瞬间就阳光明媚了。没有不喜欢，就是有些不懂你为何给我放花灯。我只给重要的人放花灯，比如说娘娘，比如说顾家人，这些人对娘娘来说都很重要，所以说对于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。而你是对王爷很重要的人，也就是说你对娘娘也很重要，
那我肯定要为你许愿，许愿你平安顺遂。你也不必太过于惊讶。那你怎么不给自己放一盏花灯？你们好的话我就好啊，我为什么还要放花灯？哼，王爷真厉害，就连这么大的孔明灯都能做得出来。其实这个想法是王妃的，她之前就觉得在屋里待得闷，就想着能出去透透气就好了。但上京都是红瓦高墙，处处都很压抑，她就画了这么个大型的孔明灯，还把里面的构造全都解释了个清楚。王爷拿到这个草纸以后，就让能工巧匠去做，最近刚做好，娘娘是一点都不知道。王爷待娘娘这么好，为什么不让娘娘知道呢？王爷就不是一个喜欢表达的人，王爷更多的是把喜欢自己的心思藏在心底。那什么都藏在心底的话，岂不是旁人不会知晓他的心意？安风陷入长时间的沉默，因为他和王爷比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同样是有想法，喜欢憋在心里不让旁人知晓。今夜的花灯看得可还开心？秦玉修走得不快，他刚刚恢复行走的能力，他想走得久一点，用这双腿来丈量，从一步不能走到现在完全能走是有多远的距离。开心，不知道王爷玩得开心吗？你说呢？秦玉修嘴角微微勾起，虽说他的笑很浅，但他笑起来着实是好看。王爷长得如此好看，就应该多笑笑，实在是养眼。王爷，你今日有心事？何出此言？猜的。那王爷和我说说宋玉犬吧，臣妾不过是不想从别人口中听到关于你们两个人的事情罢了。别问。秦玉修只是经历的感情少，但并不是傻子，与自己的女人提过往的感情，这不就是送死吗？而南洛清却觉得他这是心虚才会如此。既然不愿意说，那就算了。为何非要提宋玉犬？为何不能提宋玉犬？刚才和你见面的人不正是他吗？本王并不知晓他为何还活着。那以后呢？秦玉修垂眸，没有办法给出答案。知道了，不准进。今夜王爷就去找你的白月光一起睡吧。什么白月光？宋玉犬不就是你的白月光吗？这都说小婢上新婚，你们分开这样长的时间，难道一点都不想念？你就这样丢下他，他可是会难过的。他怎么样本王不管，让开。行，你进来睡，我去别的院子睡。别闹了。你说我在闹，可这明明是你给我准备的花灯，却成了你们两个相遇的浪漫美景。不必提他。行，不提就不提。回屋，时间不早了。要回王爷自己回吧。今夜你必须在这儿。臣妾在这儿睡的话，王爷就去别的院子睡。大夫说，我的心头血可以解世间所有的毒。可是我素来最是怕疼了。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救你吧。若是没有你的话，我的日子也了无生趣。背对着南洛清的女子用簪子扎破了心口，救了男子，同时他竟也感觉到胸口有一阵剧烈的疼痛。这人是谁？为何他感受到的疼痛，他也会感同身受？南洛清还非要上前弄个明白，可刚接近，那人就成了一团雾散开了。他还沉浸在这诡异的氛围之中的时候，有一个女人缓缓走来。你是谁？你……他当即意识到，这个女人就是曾经的南洛清。为什么不帮我报仇？为什么不帮我报仇？什么仇？宋玉泉死了，他让我偿命，我偿命了。可宋玉泉怎么配还活着？
他怎么配活着？他的确还活着。他凭什么活着？我岂不是白白为此丢了性命？你是不是还想离开？你离开了，谁帮我报仇？你离开了，岂不是把他动手让给那个贱人？所以我胸口的诅咒是你下的。我的一切都给你了，与王妃的位置，顾家的宠爱，我的身体，这些我无所谓。可有一件事你必须答应我，就是你现在不准走，一定要让宋玉泉付出代价。我没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被宋玉泉抢走，那我的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我至少要宋玉泉生不如死。如果我不答应呢？既然你不愿意让宋玉泉付出代价，那就只能让你付出代价。你别忘了心口的诅咒，你摆脱不了我的，除非让宋玉泉付出代价。如果你不答应的话，恐怕你活不过今晚。我答应你，是不是我帮你报仇以后，你就会放心的离去？是，你帮我报仇，让宋玉泉有报应，你就能完全的自由。好，还有，你可别折腾的太惨了，要不然我因此没了性命，你的仇也就别想报了。你可别诓我，你也别忘记你答应我的事情。你既然答应了，那就一定要做到。若是不做的话，你知道是什么下场？都到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着威胁我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们本就是一体吗？若是没有我的话，你找谁帮你？都这个时候，你还不把我放回去？难道你想再下葬一次吗？娘娘，你醒过来看我们一眼啊！你到底是怎么了？唐月就只剩下哭了，除了哭，她也不知道还有什么办法。就在所有人都没有法子的时候，娘娘竟然苏醒了过来。秦玉修同样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抱住南洛清，这是干什么呢？是嫌他苏醒过来吗？南洛清干咳了2声，秦玉修才后知后觉地松开手。醒来就好，让大夫来看看。不用看了，本王妃的身子我自己清楚。王爷觉得这病还看不看？你自己的身子，你不懂得珍惜，知不知道旁人为你有多担心？王爷是想说自己十分的担心吗？不然呢？有问题？没什么问题，娘娘的脉象已经平稳了许多，完全没有刚才那种气弱之症。可刚才并没有用药。的确是如此，所以小的才觉得用什么药都不好使。娘娘的心衰状态来势汹汹，按理说……具体是什么原因？王爷恕罪，原因小的看不出来，或许得请其他大夫来看看才行。你不就是大齐太医院最好的大夫，连你都看不出来，你是想让本王去找谁？王爷恕罪，小的实在是看不出来原因。毕竟这种病症实在太过于奇怪了，突发的时候来势汹汹，仿佛药石无医；结束的也是莫名其妙的，就连药都没有用，竟然就奇迹般的好了。大病刚醒的南洛清本是想好好的休息一番，刚才就已经被唐月吵得脑瓜子嗡嗡的，现在又被秦玉修与赵太医2人吵得耳疼。他索性抱住秦玉修的脖颈，在他的唇角轻轻落下一吻。暴躁不安的秦玉修也因为他的吻而瞬间安静下来。还不赶紧走，留在这儿打搅王爷与娘娘吗？